你想要杀我，实力还不足够。虚怀公，很好，苏沐雨，你很好，你的剑气更是好。你想吸走我的剑气，助自己再次破境。苏家主很聪明，若非此刻为敌，或许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我和大剑必然不会成为朋友。于黑暗之中苟活的杀手，倒有与之不配的骄傲。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心向光明；而你们立于光明之下，却陷入自己内心的阴影之中。这不过是苏家主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的大家长已经将你抛弃了，此刻的他正在皇宫之外截杀琅琊王。卓青大剑，你认不认为这世间存在一种绝对的相信？我和昌河，我和沐雨，就是一种绝对的相信。大家长，是我，暗河的大家长，你卓青的送葬师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。大家长，你藏了这么久，只为方才那一掌伤我？是啊，你卓青乃是天启城第一高手，曾经更是拥有比几大剑仙更强的半部神幽境。若不找机会让你受伤，我们怎会是你的对手？你是如何躲过真言蛇的考验的？哼，那日我与你说的并没有错，我和沐雨的选择不一样。他想要和琅琊王结盟，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而我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就有了新的想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的虚怀宫、叶鼎之的虚念谷，还有我们暗河的研魔掌，根本就是出自同一本秘籍。我们的功力是相通的，而如果我能吸走你体内虚怀宫的功力，那我便将天下无敌。狂妄！哼，狂妄吗？我明明感觉我方才的那一掌已经成功了。这便是研魔掌第9重。失敬，不过区区第9重罢了。今日我就要你的功力来喂养我的掌，我要入第10重。你想借我之力入神游玄境？可惜你的第9重研魔掌是违禁。是，的确是违禁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苏昌河这个人就是虚伪、贪婪、邪恶，只要能赢，便从来都不惜代价。6式研魔掌，4至轮回。
中还有毒？是黄泉当铺中那条绵蛇王的毒，我特地为你取来的。卓青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计划这一刻了。我忍了这么久，配合你们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就是为了在这里杀了你。为了杀我？当然，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逢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我们在何时见过？苗疆，你是？我出生于圣火村。当年你奉旨前往苗疆，是为了得到我们那里的圣物火龙枝。我们不愿意给，你便屠了我们整个村子。那日在万卷楼中，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秘密，是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的敌人是谁。死吧！唐连玉，如果毒物进入屋内，所有的人都会死。师兄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连月，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。当有人拿我的性命要挟你时，不被管，向前冲！啊！听见了吗？来呀！连月！有梦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林月。唐门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用一双眼看世间的绝，一缕风将身为民吹灭。请你当下我这场的女子，你要好好珍惜她。她是兄弟。如此完美的妖人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。这3位之前亦是接近逍遥天境的高手，可惜不如你师兄天资卓绝，可以炼制金身药人。不过今日用来对付你们2位，我想也是足够。云梦，唐连月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会不会
那你能不能到我们星落月影阁那里？我还没举办过婚礼。好。都因你遥遥相望时的念想，这山河无恙，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会怎么来呢？能不能阵仗大一点？这样我也会很有面子。毕竟之前都是我在追赶你，在宇哥他们面前也有些丢人呢。岁月如常，为你忍着心底半生安和汹涌，愿望，青云阵地。我会踏着红色的凤凰来去。傻瓜，这世上哪会真的有凤凰啊？你别来无恙，像最初一样。当雨水守着信仰，换世间晴朗。5年离去的悲伤。将琵琶境外，我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。第1道为千鸟精鸣，第2道为天雷无妄，而第3道正是千鸟精鸣和天雷无妄同时使出，火凤蓝银。这是。原来真的有凤凰。我带你走。真是狼狈啊，小木雨。穆家的假术士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是我，许久不见呀，穆清扬。你去过望城山，见过你崇拜的那位剑仙了吗？你是藏书楼的楼主，苏云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我的下落，便只好说我死了。可我是苏云秀啊。我可是苏沐雨和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为何你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啊？是啊，
为何我的容貌没有任何变化呢？苏沐雨，你来了，神医那边。神医无碍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太好了。小沐雨，你见到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他们说老师你死了。后来我和长河去查过，但我没有90%把握，是你逃走了。还有一成呢？还有一成，是你换了身份，重新藏回了暗河之中。不愧是我的弟子。不过小沐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冷静。所求为何？我们的好友，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因为掌控了对方的秘密而被对方重伤，并且必须要其性命。苏沐雨为了救他，也受了重伤。如今，白神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疗伤，所以苏沐雨便假装白神医已死，想要复仇，这才能够调虎归山。假装愤怒之极，可我明明看你是真的愤怒之极。老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并非假装。不够，还不够。是我的愤怒还不够吗？不，是你给的理由还不够。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。太好了。为何是太好了？因为终于有人让苏沐雨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啊。苏沐雨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虽然你现在很狼狈，但今天的你，是我见过你最俊秀的模样。你知道冰山融化之后会变成什么吗？老师，莫要大举了。是汪洋大海啊，傻子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只是路过天启城一趟，不想恰逢这般精彩之事。我知道，你定能从里面闯出来，你还有你的底牌。不过毕竟，你跟小昌河想要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任何一步都不可走错。苏沐雨，我们走。就是你呀！你是穆家毒花穆雪薇，雨墨的好朋友。只可惜现在我身上的毒被去掉了，不然我冲你一挥掌，你就已经死了。他呢，可是来自唐门的天才。你的那些毒虽然厉害，但是想杀他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原本还想等神医醒了之后多问些消息，可现下也不知他何时会醒来，而如今只能去调查那什么破统领的儿子了。我是真讨厌天启城这地方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去你的望城山？那你要一起吗？那边不收女的。玄武使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。哎，苏沐雨他们在哪儿？
受了伤，自然是在屋里。相逢唯愿醉云墨姑娘，我该还你什么？连月公子，不问世间悲欢，听起来倒真像一对璧人。愿望现在不是说这些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是吗？听雪落戎装，那什么时候是？明天、后天，还是下辈子？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向往事。我只问你一次，你心里有没有我？自唐门一别，我时常会想起云墨姑娘。好，那为何从来都不来找我？我一直在追寻大师兄的下落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大师兄成功获救，你会去安和提亲吗？我是唐门弟子，也是天启城的玄武使。我若去暗河提亲，老太爷不会同意。王爷那边，我问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我？我问的是唐门吗？是琅琊王府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云墨姑娘，我的本意并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至少我知道了你心中有我，但我也很难过。没想到，在你心里，安和是这样的存在。喜欢我这样一个暗河女子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过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伙伴。你大师兄，我们会帮你救出来。宇哥和小神医的仇，也一定会报。走吧。我来天启城一直想来鬼市瞧瞧，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，不知和我们暗河比如何？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。那早不来晚不来，如今靠人才带劲。那毕竟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玄武使？雨墨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是这么分组的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很受待见。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？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我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
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件事了，那么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，如今我的阎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如今我的阎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阎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阎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阎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。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清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。
你不许死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就不答应你在新闻那个称唤。如果我不死的话，你别答应我了。青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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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哭。别哭。就是想逗你笑笑。我也不会说话呀。躲！勇者夺逃嘛。啊，我死掉了。我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金无畏一直守着巷子不走，我们蹲守了半日才找到机会，在内卫司的帮助下，我们潜进了院中，将穆家主提前藏好的重要物件都取了过来。还是没有找到尸体。没有，只找到这个。让门外那些内卫司传信给琅琊王，合作之时我会竭尽全力协助他，但除却合作外，万和如今于天启留下血仇，当与天启城报德后再离开。若与琅琊王计划相悖，让他勿要阻拦。领命。怎么回事，宇哥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从婉儿姑娘那里回来，发现整个院落都被烧毁了，而且回来的路上，里里外外都是内卫司的人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所以那处据点被发现了，我们遭到了夜袭。当时哲叔刚用神鬼涅槃弓为我疗完伤，我们无力一战，只能暂退。青阳和雪薇留下来殿后，他们没能回来。什么叫没能回来？宇哥，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，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现在，真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吧？前往彼岸的路上，我
我们究竟还会失去多少同伴？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？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笔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七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是大皇子萧勇的舅舅，而萧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苏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役，我就替你2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颈府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萧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，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倒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典业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萧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人。
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无旁骛。看来无双城那一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，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，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点子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绘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果然，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，可
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，仍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。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。很可惜，我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。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
简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哼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接下来我会睡着，可能今连10几日都会醒不过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们到了丹阳城，我能实质看到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神医放心。但如果他没有及时看到，我就会变成妖人。在我变得很丑之前，你一剑杀了我，听到了吗？他听不到，他也不能听到。妖王定然会看到的。凡事总有万一，答应我，杀了我。顾爹，你不许拦着。宇哥和哲叔还在屋里陪着师傅，师傅还不知何时能醒。长河大哥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传信回来让你放的信鸽，你放了吗？自然，可你信里还没说因为何事。你师父白鹤怀中了奇毒，需要药王辛百草才能解。那信鸽就是送往药王谷的。眼下药王还未到，时间怕是来不及了。不，师父吉人自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的。鹤羽药庄，鹤是小师叔，那这羽会是谁呢？这位先生是来问诊的吗？你是那羽？羽？什么羽？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应该是搞错了。我来这里是找我的小师叔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小师叔？我们这里没有年纪这么大的人。药王辛百草先生，赵岩，论辈分，你可以唤他一声师兄。你终于来了，里面请。哎。小百草，你来了。哎，一见面，第一件事就是占我的便宜。没错，师叔，是小百草来了。真快。我听闻药王辛百草到了，没想到这药王谷的规矩如此之深啊！我若是药王，可受不了这气。师叔就是师叔，师祖他老人家爱才心切，
见到好的苗子就忍不住收罗到门下了。不愧是药王，只是几针就药到病除了。药到病除？难道还没治好？这……你们先出去，我缓一缓，换一身衣服，再来和小百草详谈。公子是个剑客，或许算是吧。那敢问公子和我师叔的关系是？曾有机缘找神医医治过我家长辈，在医治的过程中，和神医成为了朋友。后来我这位兄弟出钱置办了这样一间宅子，为我和神医开了这间药庄。这药庄上面的雨字，便指的是我。果然如此。那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苏沐雨。是个好名字。那敢问公子，是我听说过的那个苏沐雨吗？或许是吧。我想过，当我们再次重逢时，他一定会震惊到我。没想到会如此震惊我，他居然和暗河一起开了间药庄。我们杀人，他救人，看似两条路上的人，却一起开了一间药庄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明白了，一定是爱情，一定是因为他娘的爱情。你笑什么？一定不是因为你小子，因为你小子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东西。那就是你了。原来小师叔喜欢这种清冷公子的类型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那这位姓苏的小哥呢？你叫苏沐雨，那他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我啊，我是苏长河。送葬师苏长河。新药王，送葬师可是我之前的名号了，我现在是暗河的大家长。那你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在下苏哲。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。小百草，去哪儿啊？师叔啊，我看你面色红润，行动自如，定没有什么大呀。哪有什么药人之术，都是妄言。我就几针下去，就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就不必留我吃晚饭了啊！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不必担心，如今的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。那今日之送葬师不是昔日之送葬师吗？你犹豫了，你迟疑了。小百草，你就别逗苏沐雨了。这位苏哲，就是我寻找多年的阿爹。见过药王。怎么这般复杂？总而言之，我们不会伤害前辈，还请赶紧看病吧。苏沐雨，在改变暗河之前，我和哲叔是不是应该去江湖上做些好事，才能改变大家对我们的看法？可以确认了，是叶家的药人之术。看来他对药人之术掌控已经达到7、8成深了，远不是当初刚出谷时可以相提并论的了。所以我才找你来。小神医，我有些好奇，你和这位药王师侄相比，谁的医术更高一些？到底我是药王还是他是？要是我的医术比他高，辈分也比他高，那药王还能轮得到他？
师叔过奖了。说吧，我这体内的药人之毒，究竟能不能去除？师叔及时服用了我们药王谷的追亲丹，再加上刚刚的刑针，这毒虫死了，只是残余的虫毒尚未去除。这毒虫都能杀死，残余之毒这么麻烦吗？之前那本书中记载，身体上有虫毒之人，死后将会变成无法控制的药人。变成药人，这还没问题。到时候师叔已经死了，现实一点说，确实跟师叔也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只不过人死之后还不得安宁，现在想想，确实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前辈能否将其去除？若是不能，待我找到一阿下落，定将他带至此处。你放心，这自然能去除，只是需要一点帮助。什么帮助？在下定然在所不辞。这可不是寻常的刑针，我要在师叔身上插上13根银针，到时候师叔体内就会气血翻涌，恍如坠入火山之中。这时候阻挡师叔体内真气流散的外物，越少越好。我不善医道，不太明白。白痴。就是说刑侦的时候，白神医最多只能穿一身礼衣。素素，医者不避嫌，我此举只为救人，心无杂念啊。不过，苏公子你没问题。他要是不行，我可以上，我心也无杂念。我发誓，老子杀了你！哎，好说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这紫气东来都放出来了，这玩意儿纹上一颗要人命啊！治不了就算了。那你来选嘛，我们都行。哎，哲叔，你是他爹，你替他选。我替他杀了你倒是可以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